第274章恶毒。当亚飞抬起头时，刚好看见萧炎那略微有些显得红润的脸庞，当下精致绝美的脸颊上闪过一抹好笑与错愕，旋即掩嘴娇笑道：萧炎弟弟，没想到3年不见，你不仅变得成熟了，似乎还害羞了许多呢。我一直都很腼腆。萧炎点了点头，认真的道：3年前你可不是这样哦，难道萧炎弟弟忘记了？在我当初认出你的身份的时候，你可是很粗暴的哦。亚飞桃花美眸中掠过许些笑意的道。望着那一笑一颦间释放着妖娆诱惑的亚飞，萧炎有些无奈。经过3年的岁月沉淀，这成熟的女人似乎也是越来越迷人，或许是因为现在身份的不同，与自己说话间也全然没有了当年的那股谨慎，反而倒是因为故友相见，关系变得亲热了许些。你这次来加马圣城，是因为当初的那个约定吧？脸颊上的笑意缓缓收敛，亚飞盯着面前的萧炎，轻声问道。萧炎笑了笑，微微点了点头，道：谁让我当初脑子充血，许了那个约定呢？这3年，为了那个约定，我可吃了不少苦。望着那较之3年前少了几分青涩稚嫩，多了几分成熟稳重的脸庞，亚飞轻叹了一口气。虽然萧炎没有细说3年的经历，不过他心中也清楚，这性子倔强执着的小家伙定然是受了别人难以想象的苦。萧炎弟弟，经过3年历练，恐怕你也应该清楚云岚宗在加玛帝国中的能量了吧？亚飞黛眉微皱，低声道：清楚，那是一个大家伙吗？一个手指就能摁死我们萧家。萧炎平静地笑道。唉。望着他那平静无波的脸色，亚飞无奈地摇了摇头，道：3年了，还是这副倔强性子。不过你倒放心，以云岚宗的地位身份，就算与你瓜葛颇深，那也不会动萧家。云岚宗那些高傲的老家伙可丢不下这个脸，如果他们敢动，我便敢失踪10年，然后出来把云岚宗所有的人都杀了。萧炎微笑道，笑容颇显森冷。被萧炎眸间忽然涌上来的阴冷杀意刺激的身体有些发寒，亚飞双手不由自主地互相环在胸前，偶然的举止却是让得周围的牲口有种将他搂进怀中爱抚一般的冲动。抱歉，忘记你不太喜欢修炼了。回过神来，萧炎望着亚飞那弱不禁风的模样，微微一愣，歉然的道：谁说我不喜欢修炼了？我也是一名斗者好不好？只是你这家伙经过3年历练，杀伐气息倒是越来越重了，简直都能比得上我们家族里那位从战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某人相比了。听着这话，亚飞顿时白了萧炎一眼，不满的道：咦，你这衣服，你竟然成2品炼药师了？移动的目光忽然停在萧炎炼药师长袍的胸口处，望着那里的职业等级徽章，亚飞不由得惊讶的失声道：呵呵，侥幸而已。萧炎随意的笑道：侥幸？哎，平常人想要从出世者成为一名2品炼药师，没有5-6年的时间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你3年便到了这一步，恐怕可不仅仅是侥幸的缘故。望着这似乎无时无刻在展现着让人震惊的少年，亚飞无奈的叹息道。笑着摇了摇头，萧炎不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视线在大厅扫过，发现自己2人这里似乎已经变成了焦点，当下低声道：你现在掌管着这座拍卖场，你这话可真是够打击我的。闻言，亚飞有些郁闷地叹了一口气，苦笑道：这座拍卖场总部的权力全部在家族中那些老家伙手中，这可是他们的命根子，怎么可能交给我来打理？现在的我只是作为这里的监察代长老而已。目光瞥了一眼萧炎，亚飞紧接着微笑道：虽然这里不是由我掌管，不过至少也拥有着部分的权利。你这次来这里，想必也不会是来看我的吧？需要什么东西？能不能找个安静点的地方说话？萧炎环顾了一下四周那些竖着耳朵偷听的人群，无奈的道：当然，跟我来。笑盈盈的点了点头。亚飞刚欲转身，目光忽然瞟见萧炎身后那趴在水晶柜台上无聊看着物品的海波东，迟疑了一下，道：这位老先生和你一起的？怎么，谈话还想单独聊？想把我这老头撇开？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亚飞的声音虽然极低，
不过却依然被海波东收进了耳中，转过身来嘿嘿笑道。被海波东这番取笑，亚飞精致的脸颊上涌上淡淡的绯红，不过好在其在处理人事关系的事上极为的拿手，当下甜甜一笑，微笑道：老先生哪儿的话，我们拍卖场开门做生意，哪有撇开人的道理？小妮子嘴巴倒是会说，不过我可不是那些成天脑子里想着女人的蠢货，我穷，拿不出钱，买不起这里的东西。海波东嘿嘿笑道。闻言，亚飞眼中闪过一抹错愕，不过脸颊上的表情却依然保持着微笑。虽然他实力不太行，不过并不代表着眼力不行，他的确是看不透海波东的底细，可能够模糊地知道面前的老人不是寻找老者，那便是足够了。一路上赶了许久的路，他挺无聊，别理他就是。萧炎冲着亚飞笑道。亚飞笑了笑，转身对着大厅的一处楼梯口缓缓行去，脚跟踏在光洁的青石地面上，发出提哒提哒的清脆声响，优雅的步伐让得人忍不住的有些迷恋。目光在那迷人的背影上扫了扫，萧炎在大厅中一道道炽热的目光注视下，快步跟了上去。那位老先生，不会便是当年的那位神秘老人吧？正视着前方，亚飞脸带微笑的与过往向他打招呼的人点了点头，不着痕迹的低声问道：不是？萧炎笑着摇了摇头。哦。闻言，亚飞略微点了点头，旋即不再说话，带着两人缓缓地来到一处门口有着几名守卫的楼梯处。望着那跟在亚飞身后的萧炎与海波东，几名守卫面面相觑了一眼。按照规矩，不是家族人员一般是不准进入其中的，可亚飞如今身为代监察长老一职，权力可是不小，当下几人都是不敢出面阻拦。待得三人即将进入之时，一名守卫不得不硬着头皮前走了一步，然而他还未开口，亚飞淡淡的一瞥，便是让的他将喉咙处的话语吞了下去，苦笑着退了回去。他们是我朋友，有事我会承担，淡淡的说了一句，亚飞便欲带着两人行上楼梯。然而那忽然在楼梯之上响起的蛮横脚步声，却是让得他黛眉不经意间微微皱了皱。随着脚步声的轰轰落下，楼梯转角处几道身影缓缓地现了出来，为首一位男子，年纪与亚飞相差不过，略微有些苍白的脸色，明显是纵欲过多。虽然此人体型不是如何壮硕，可从其身体中隐隐散发的气息来看，却竟然是一名初入斗师级别不久的强者。脸色苍白的青年，目光泛着几分垂涎与渴望地瞟过楼梯下方处的亚飞，在这般居高临下的观测下，后者的曲线刚好是被完美的凸显了出来。当下青年呼吸竟然是微微有些急促了起来。察觉到上方青年的变化，亚飞俏脸略微有些难看，抬起头冷冷地瞥着青年，那双本来一直泛着笑意的春水眸子，此刻却是有着毫不掩饰的厌恶。嘿嘿，亚飞，这里可是我们家族的办公室的地点，外人可不能进入，你身为代监察长老，难道连这都不知道？将亚飞的那抹厌恶收入眼中，青年脸庞顿时阴沉了许多。以他的修炼天赋，在整个米特尔家族都算是不错，可这些能够让得别的女人对他倾慕不已的条件，却仅仅只能招来亚飞的更多厌恶，这让得骄傲的他实在是有些难以忍受。我说过，有事我会负责，请你让开。亚飞冷声道，没有给对方半点的好脸色，说着一把拉住萧炎的手，便是对着楼梯之上行去。当着手下的面被如此无视，脸色苍白的青年嘴角微微抽搐，特别是当亚飞一把抓住萧炎的手掌时，一股莫名的嫉妒火焰瞬间腾上了眼睛。虽然平日亚飞笑容满面，似乎很容易接触，不过他却是知道这个女人在心中对男人有着一定排斥，主动的去拉一名男子，这还是极为少见的事情。嘿，我说怎么平日对我冷冰冰的，原来你竟然是喜欢这种青涩少年啊，当真是好口味，不过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满足你。瞥着萧炎那张平静的脸庞，青年忍不住的讥笑道。亚飞面无表情的行上楼梯，似乎是未曾听见青年的淫秽话语一般，不过被他紧握着手掌的萧炎却是能够感觉到，他那指甲已经狠狠地抓进了自己手掌中。惨遭池鱼的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瞥了一眼那脸色苍白的青年，眼神淡漠的没有丝毫情绪。
小子，你找死！”瞧得萧炎那让他极其不爽的眼神，青年顿时陡然大怒，声音阴冷的道。闻言，萧炎脚步微顿，手臂却是被一扯，前方的亚飞微微摇着头，示意他不要理会。见状，萧炎叹息着摇了摇头，点了点头，跟了上去。七软货，亚飞，你眼光越来越差了，若真是少男人，也不必找这种吧。亚飞的忍让倒是让的青年越加兴奋了起来，咧嘴恶毒的笑道。行走的脚步再次顿下，萧炎手臂微震，那被亚飞拉着的手掌便是震落了下来，望着后者那曲线动人的背影，耸了耸肩，淡淡的道：“这你都能忍？”亚飞身体僵硬，并未答话，娇弱的背影看上去有些疲倦。“抱歉，我不能。”萧炎摊了摊手，豁然转身，阴森森地盯着那大笑的青年。“小心，他是一星斗师。”似是察觉到萧炎的举动，亚飞急忙回转过身，然而喊声还未完全落下，楼梯间轰然响起的炸响，却是让得他俏脸上布满了错愕。“我去你妈的杂种，你吃屎长大呀！”随着能量的炸响，萧炎那同样阴冷且恶毒的骂声也是狠狠地响了起来。